云如歌和宋如玉原本还以为叶晨只是单纯不放心他们，所以要将他们两人带在身边，却没想到叶晨竟然要带着他们一起参悟某种异变天象。对修道之人来说，机缘就是最高机密，没人会与其他人分享机缘。如果想从他人手里换取机缘，也是要付出天大的代价。就像他们在破清会这些年，虽然也能得到一些修炼上的资源，但代价却是要沦为吴飞燕的鹰爪，甚至还要把命压在吴飞燕的手里。只有这样，才能从吴飞燕那里换取到所谓的机缘。但叶晨从不做这样的交易，无论是丹药还是修炼上的机缘，只要是自己人，他就不会吝啬。若是大家一起参悟，说不定还能相互启发。云如歌和宋如玉内心感恩戴德，立刻起身单膝跪地，齐声向叶晨致谢。叶晨抬了抬手，说：“先不要着急谢我，这一项今日还有没有，有的话对你们又有没有用，暂且还是一个未知数，一切全看大家的机缘和造化。若真是对你们有所帮助，到时候再谢我也不迟。”言罢，他立刻起身，开口道：“北半球的夜越来越短了，我们要抓紧时间，即刻出发吧。”海伦娜一下有些不知所措，连忙问：“叶先生，我能随你们一起去吗？”叶晨说：“我们可能要在冰天雪地里待一整晚，你的身体肯定扛不住，所以你就留在这里早点休息。”海伦娜懵了，自己近水楼台先得月，把房间跟叶晨安排在了一起，可是叶晨却要去冰天雪地里待一整晚，那自己这点小心思还有什么意义？可是他也知道自己几斤几两，这种天气自己出去走走，估计最多也就能撑1个小时，真要撑一晚上，就算冻不死，至少也要大病一场。自己不是叶晨这种有修为在身的人，自然不可能扛得住。想到这里，他只能轻叹一声，说：“既然叶先生这么说，那我就不跟着您打肿脸充胖子了。”说完，他又看向林婉儿，问：“林小姐也要去吗？”林婉儿点点头，微笑着说：“去，我倒是不怕冻。”林婉儿虽然不是修道之人，但她毕竟服用过万古长青丹，就连叶晨的心理暗示对她都没有效果，一点风寒对她来说自然不在话下。海伦娜没想到4人刚到地方就都要出去，一想到这一晚只有自己一个人留守别墅，心里失落得很。可即便失落，她也没有其他选择，只能硬着头皮说：“那你们一定注意安全。”叶晨点点头，与他告别，随后便带着3个女人踏入黑暗之中，一路向北行进。随着极光的季节渐入尾声，极光的跨度和强度都比凛冬时节衰减不少。4人在雪地中行进数十分钟，才来到极光出现的正下方。绿色为主的极光从地面开始，一直延伸到高空，在磁场的作用下在空中摇曳。如果单看极光的造型，像极了长条形的雾化壁炉所展现的那种视觉效果。叶晨站在极光之下，在雪地上盘腿而坐，对云如歌和宋如玉说：“2位将注意力集中在头顶的极光之上，若是极光有变化，一定要将所有变化记在心里。”2人听得一头雾水，极光的变化在他们看来完全没有规律，而且那种一刻不停的波动可谓千变万化，哪能记得住？宋如玉不由看向一旁的林婉儿，恳求道：“林小姐，若是方便的话，辛苦您用手机帮忙记录一下，我怕回头遗漏了细节。”林婉儿微笑点头，一边掏手机，一边笑着说：“好的，宋小姐放心。”盘腿而坐的叶晨，双手不断变换着手势，将第一次学到的8套手印一一打出。与之前一样，这手印刚一打出，他体内原本充盈的灵气，就好像忽然间被打开了一道裂缝，灵气飞速流失。叶晨不敢懈怠，手心之中已经握住2枚培元丹，只等着万一扛不住时，就将丹药服下。此时，他识海之中，一座不足10公分高的金色宝塔忽然从识海中浮现出来，并且一路缓缓上升至识海的半空。
那金色宝塔与四方宝幢一般无二，就像是四方宝幢的缩小版，相比之下，它更像是四方宝幢的微缩模型。而此时，叶晨体内的灵气正源源不断自他识海之中，被这座金色宝塔疯狂汲取。只是叶晨自己却根本感觉不到金色巨塔的存在，他甚至感觉不到自己体内充盈的灵气全是在识海流失。叶晨眼看自己已经到了无法承受的边缘，正准备吞服丹药与之硬抗时，这座金色宝塔霎时间闪现出一阵光芒，将整个识海照得一片金色。随着金色宝塔迸射出一阵金光，叶晨体内那疯狂流失的灵气也终于稳定下来，而宝塔也迅速沉入他的识海，消失不见。紧盯着天空的云如歌和宋如玉忽然发现，头顶原本如火焰一般无序摇曳的极光，忽然间变了形态。那极光幻化成了一双巨型的手，正在天空中缓缓移动。林婉儿也大喜过望，连忙对叶晨说：“公子快看，极光变成手印了。”几乎在筋疲力竭边缘的叶晨立刻抬头望去，只见那一双巨手正在演示第一个手印的细节。叶晨只看了几秒，就断定这个手印并非上次看到的那8个中的任何一个，想来这次的手印变成新的了。他心中大喜过望，虽然还不知道这次的手印有什么功效，亦或者会不会比之前那套更坑爹，但结合这次换了一个地方，所以他起码可以确定一点，那便是影响极光的神秘力量就在自己体内。只是他实在想不通，自己体内会有什么东西在吸收着自己的灵气，影响着天空中的极光。这次出来，他特地瞒着林婉儿，将她送给自己的戒指留在了行李箱内。戒指没有随身携带，那影响极光的法器一定另有蹊跷。这时半空中的手印再次发生变化，叶晨不敢耽搁，将手印的每一处要领都铭记在心。而这一次，手印远比上一次还要复杂，不但每一个手印都是双手共同完成，而且动作细节也有了很大的提升。四人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手印之上，天空中的手印一直持续了4个小时。让叶晨没想到的是，这次极光幻化的手印数量上也比上次多了1倍，是整整16个手印。16个手印全部演示一遍之后，天空中的极光便恢复了平时的无序摇曳状态。叶晨不敢耽搁，立刻便闭上眼睛，在脑海中将16个手印全部过了一遍之后，双手便微微抬起，开始虚空尝试将16个手印重现一遍。很快，随着手印的不断重现，叶晨忽然发现一个诡异的现象，自己体内的灵气没有再被手印吸收，相反，这手印打完之后，竟然让自己体内的灵气凭空有了少许增长。